文艺新开讲，我是朱一龙，我是导演刘江江。主要还是观察生活吧，我觉得就是提取一些你觉得适合这个人物的东西，把它放在他身上，然后当他在你身上有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就至少在这个戏的这个时间里面，你是慢慢变成这个人嘛。就是我毕竟从武汉从小长大，在武汉待了很长时间，所以我自己虽然不是这样的，但是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就有很多素材可以让我生活上的素材可以放在这个人物里面。最早我见他的时候啊，我也心里打一大问号，就是这么安静谦逊，然后这么漂亮的一个人，就是怎么能跟我剧本里的三哥能弄到一起去，我也觉得是挺为难的。但是他进组第一天啊，就是把那个造型做了一下，然后开始跟我们围读，开始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还是我在北京见那个人吗？就是他就像换了一张脸一样。前段时间我一直有几年我特别喜欢魔术，因为我觉得发现魔术跟表演其实它是有共通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大家都知道是假的，都知道是假的，但是你会为他整个技法，然后为他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而感到高兴，感到很惊讶，也很兴奋。其实表演有时候也是，我觉得也是这样的。就是大家在电影院坐在电影院的时候，能相信里面的人物是真实的，整个故事是真实的，能跟他共情，能相信他可能是存在，虽然他一定是假的，是大家演出来的，但在那一刻那2个小时之内，你会觉得那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。我们当时追求的一种气质，就是把它放到大街上，没人能认出来。所以最早我们跟朱一龙说的是，我们要有挺长的时间去观察生活，这个不是说非得是学怎么那个职业的手法，是怎么去变成这条胡同的人，怎么去变成武汉这个码头上的一个市井的人。我觉得他一定是背后下了功夫的。我第一次跟小朋友一块演一个长篇电影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过程中怎么去拍，怎么跟他沟通交流，也是一点点摸索啊。跟悠悠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你不能让小孩去跟一个大人一样每天在跳进跳出。演的时候你是三哥，不演的时候你就变成朱一龙。所以在整个拍戏的过程中，这部戏整个都是以三哥的状态，然后说话方式、行为方式跟悠悠相处。我们其实是从寻找这个小女孩开始，就要把你的重要的那个什么兵力下去了，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女孩，这个是我们其实最难的一部分。总而言之，是需要三哥、我、执行导演、摄影、制片人整个团队来营造一个场，来保证我们小悠悠的出彩演出。因为你没法跟悠悠说戏，导演也是，他没法说你这场戏跟三哥之间，他本能的反应就是亲近。就比如说我俩正玩着，然后突然拍一场我俩关系不好的戏，你没法拍，因为他眼神和他下意识肢体都是我们俩现在玩的挺好的，关系挺好的。所以这场戏我们得从头天晚上就得两个人就有矛盾了，就得制造一个小矛盾，两个人之间有矛盾了。第二天起来之后我还不理他，他就会很生气。我们这个主题种星星的人，然后天上所有的每一颗星星都是我们爱过的人，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挺好，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。其实有时候我小时候也是总在想生死，就是万一哪天没了，就是有时候会害怕恐惧这个事情。我还不如我就相信说所有的逝去的亲人，包括自己以后会成为星星，然后会一直看着你所有你在意的人。我们说人生处死无大事嘛，它其实传达的概念就是生活中就是你要更开朗一些，更豁达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